只要一根网线接到交换机上，然后再这样接回来，就可以导致整个局域网崩溃。我们称它为网络广播风暴。但接下来的这一期，我遇到的网络广播风暴可能比这个复杂的要多。我又是如何在一堆网线中发现了网络广播风暴，并且顺利解决它的？起初我来到这里，并不知道这里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，他们只是和我说网络不好用。倒是一开始这些监控画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因为我发现这个芝麻曲流异常会随机变更，这是我没遇到过的。大伙记下这个画面啊，它现在是芝麻曲流异常，其他的摄像头都是网络不可达的。我话刚说完，那个芝麻流异常又跳了其他的画面。还有监控同时出现了3种不同的故障，1号监控显示未知错误，2号监控显示网络不可达，10号监控显示正在检测空闲的 IP。 你说这是怪不怪？这里的 WiFi 和监控共用一个交换机，他们的 WiFi 当然也好不到哪去。我手机连接 WiFi 的时候一直显示正在连接，好不容易连接上去了就显示不可上网。因为2个月前我也来过这里解决他们网络问题，所以我知道路由器的万1和万2口是连接电线的光猫的，它的烂3口是接在华山交换机的47号口上的，47号口再把网络分到各个接口上，上面的蓝色线就是通向这些办公桌的。我这里拔下交换机的47号口给大伙看一下，我拔了线，路由器的烂3口就灭了。我这么一拔的话，这个交换机就没有任何网络了。我们给它接回去。上面 TP 交换机的网络是由华山的48号口提供的，我这里给大伙拔一下，48号口灭了，我现在给它接回去。至于这条线是接在录像机上面的，有意思的是，我刚才的拔插监控好像又自己恢复了，但是细看画面是不动的，估计等会这些画面又都消失了。我看到这些灯闪烁的厉害，当时我已经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。这47号口的网线是插到路由器上的，我拔了直接插我电脑上，看一下能不能上网。结果网页是可以打开的，那就证明路由器的网络是正常的。我们把网线再插回华山交换机上，我再用电脑插华山交换机，看一下能不能上网。我打开网页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网络到了这个交换机上就没办法上网了。我尝试拼路由器，看一下能不能给它拼通。很显然拼也是超时的，那应该是这个网络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了。至于是哪个交换机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，我只能拔了48号口的线，让2个交换机断开连接线。谁知道我一拔了就发现拼没有延迟了，监控也开始陆续恢复正常了，电脑也可以正常打开网页了。我再插回去的时候，拼又开始超时，监控画面也全部卡住，不一会儿画面就全部丢失。如果我再把它拔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那就这个2个交换机已经有网线接在一起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排查了半天，确实找不到环路的线来，蓝色线都是通向各个办公桌的，能导致环路的只有这些灰色线了。但这些灰色线也被我排除了，这条线是接路由器上的，这条是接录像机的，这条是连接2个交换机的。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在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个交换机，但是我和客户说了半天，他们不承认有交换机，这是我和客户部分的聊天内容。你这个不是过热，你这个的话是环路，应该是在那边环路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它是不正常了，我现在拔这条线了，这条线环路了，看见没有？正常了，我拔了这条线，正常了。那条线是什么线？这2个交换机相连的线是那边的问题，所以哪边？应该是你们新的办公室，看见没有？现在的话它慢慢恢复了。这里有交换机不？有这种交换机不？我没有啊。会不会是不是跟 IP 有冲突啊？跟 IP 冲突没关系，你这个属于环路了。是没有。你其他地方肯定有交换机。我们4楼哪有交换机啊？这条线是接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2个交换机有通讯，但是其他地方也这么接了，所以就导致2条线短接在一起，它就环路。所以我这么一接的话，你看了。现在还正常了，断了，看见没有？断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也有可能你们那边绝对还有交换机，那可能打印机上面有交换机。那就对了，你带我去咯，你带我去。有可能。你带我去。4楼啊。对，那就是了，那就是那里的，错不了。所以说打印机
济南换 AP。那就是那里了，错不了了。你带我去。最后我一路坚持，他们才带我去其他办公区看一下。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面，果然找到了一个交换机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想必里面有2条线接到了机房，才导致网络拱崩风暴的出现。至于怎么找到这2条线，我让他们留个人在这里等我电话。我回到了主机房，打电话给他，让他拔下电。我只要注意看哪个灯灭了，结果3号灯灭了，那么3号灯就是通向那边的交换机，另外一条线是接到华山交换机上的。这样的环路反而更难让别人发现。好了，我找到了这2条线，一条接回去，一条收起来。他们的监控和网络又恢复了正常。其实一开始我在机房拔了这条线，我的任务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为什么非要找到那边的交换机拔线？因为这样接的话，华山的交换机要把网络传到那边交换机，再由那边的交换机再把网络传到这个 TP 的交换机上，这样网络不稳定不说，不把它排除的话，很不利于以后的人维修罢了。这个设备搞得我们整栋楼很多住户都开始断网了，美女房东坐镇不住了，让我把这个设备给她找出来。最后我就为难了，一层10多个房间，总共7层，我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敲门吧？等一下，这啥设备咋这么厉害？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路由器罢了，没有什么厉害之处，只不过有人把网线插在它烂口上，他把自身的 IP 地址释放出来，哪个倒霉蛋获取到他的地址，哪个就上不了网罢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怎么找这个设备？总不能哪家哪户敲门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这里我教大伙怎么把这个设备找出来吧。我电脑目前是能正常上网的，那么想找到它就必须要和它一个网段。我把整栋楼的网络扫了一遍，我知道了那个设备的地址是1段的，而且还是2个1段的设备。我进入他们的后台一看，是某星的牌子。另外一个就更狠了，好家伙，直接拿猫插上去了。于是我就开始修改我的电脑和它一个网段，然后就开始拼了。待会看见没？拼通了。我首先来到1楼，因为全部的信号都是汇聚到1楼的，所以我要用电脑挨个插网线插上去。如果这条网线有这个设备，那么拼会是这样显示的，如果没有就会显示超时或者无法访问主机目标。这条不是，这一条试一下，这条也没反应。这条也没反应。哇，这条有反应了，不知道大伙看得清吗？我就这样找到了这2条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2条线没有标签，怎么知道它通向哪里呢？于是我就用寻人仪开始找线了。如果有这样嘟嘟嘟的声音，那么就是这条网线了。就这样，我找到了它的网线位置，分别在3楼和5楼。找到了，做个记号吧。拿个笔吗？我拿个笔，我写一下。这条是3楼的，这条是5楼的。那么我拿电脑到3楼的热电箱，挨个的房间的网线都插了一遍，直到插311房间的网线的时候，就发现拼没有超时了。那么这个设备就在311，我进去一看，他把网线插到烂口上了，我只能帮他插回换口，并帮他设置上网了。接下来就是511了，但是511的设备我有点迷惑了。你拿猫过来，难怪。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的呀。但是你 WiFi 能用啊？用啊，我一直都用啊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一直都用的呀，怎么不可能？这个是公猫哦。这公猫你能用啊？用啊，我一直住起来好几个月，我都是用这个的呀。你这边连那 WiFi 试一下，你现在连 WiFi 是吧？然后你刷个视频。有点用不了了，但是本来就用不了吧？但我平时都能用啊。你说不能用，那我好几个月我都是用的呀。这什么原理？你确实是公猫这个。但是我确实能用啊，之前啊，只是今天不能用而已啊。只能说你这边能不能买个路由器？这种公猫不行，这种公猫的话，对，
整栋楼就被这公猫干扰了。好了，你学会怎么找设备了吗？下一期是解决 4S 店的区域性断网问题。点赞、评论、关注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